大米生虫，不能暴晒。米虫最怕这3招，米袋里放1点，1年不生虫。周奶奶最近为家里的大米生虫问题烦恼不已，她尝试过把大米拿到太阳底下暴晒，但效果不大，虫子似乎越来越多，让她一度觉得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这一天，周奶奶在社区活动中心听到邻居们在讨论大米生虫的问题。张阿姨提到，大米不能暴晒，晒过的大米更容易生虫。周奶奶一听，惊讶地问道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些虫子实在太烦人了。听到周奶奶的问题，王大爷笑着说，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，后来学了几个小窍门，再也没生过虫。周奶奶赶紧凑过去问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方法吗？能不能教教我？王大爷点点头，当然可以，但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大米暴晒后反而更容易生虫？这一连串的问题让周奶奶和周围的老人们都陷入了思考。1. 米虫的来源与形成揭秘。米虫这个名字听起来无害，甚至有些可爱，但它们对大米和其他谷物的危害却不容小觑。米虫的学名是米象，属于一种常见的储粮害虫，它们的成虫会啃食谷物颗粒，而幼虫则在谷物内部筑食，使得整个谷粒变得不堪一击。米虫的神秘来源一直是困扰许多家庭的难题。事实上，米虫的出现并非偶然，它们的存在有迹可循。首先是稻谷收获前已被寄生。每年5月，当成年米虫开始活跃时，它们会在田间四处飞舞，寻找适合的麦穗进行产卵。随着6月和7月的炎热潮湿天气，虫卵得以迅速孵化，幼虫们开始以谷物为食。由于这些虫卵极其微小，常常深藏在谷物深处，肉眼难以察觉。这些幼虫在谷物中悄然成长，经过几周的时间，慢慢蜕变成虫，继续繁衍生息，周而复始。这些藏在谷粒内部的幼虫不断啃食谷物，使其营养价值大打折扣，严重影响储粮的品质。这些隐秘的虫卵如同隐形的敌人，一旦条件适宜便迅速繁殖，使得大米遭受虫害的威胁持续存在。无论是从田间的初步收获，还是到后期的储存管理，虫卵的存在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只有通过科学的储粮方法和定期检查，才能有效减少米虫的侵袭，保障粮食的安全和质量。其次，储存环境受污染是米虫滋生的重要因素。大多数家庭使用固定的储米容器，如米桶或米袋，如果没有定期清理或及时食用留在底部的旧米，旧米上的虫卵会在适宜温度和湿度下孵化，侵蚀新买的大米，进行新一轮繁殖。这就好比一场无声的战争，旧米中的虫卵悄无声息地在新米中建立起了新的殖民地。米虫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极强，这让人们在防治它们时常常感到束手无策。虽然米虫不带有毒性，但它们对粮食的破坏力却是显而易见的。为了确保家庭的粮食安全，了解米虫的真面目和来源显得尤为重要。创作不易，作者天天坚持写作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健康知识。文中加入5S 广告解锁，可能会稍有打扰，希望观众老爷理解。后续我会努力带来更多优质内容。2. 家庭防治米虫的3大实用妙招。米虫这些小小的害虫，往往让人措手不及。正当你以为大米安全无虞时，它们却悄无声息地侵入，破坏储粮。以下是3个实用且高效的防治米虫妙招，帮你解决烦恼。第一招，冷冻法，简单直接的杀虫神器。冷冻法可谓是最简单直接的杀虫方式。若发现大米中有米虫，可将其分装到不同的塑料袋中，密封后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以上。冷冻能够有效地将米虫冻死，使它们无法继续繁殖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杀死了米虫，还能保证大米的清洁。冷冻法不仅适用于已经生虫的大米，也可作为预防措施。如此一来，大米在储存过程中不再暗藏杀机，让人用得安心，吃得放心。第二招，大蒜法，驱虫效果显著。大蒜不仅是厨房的常用调料，还是防治米虫的天然杀手。大蒜散发出的气味能有效驱赶米虫，
使它们避而远之。然而大蒜放久了会变蔫，因此每隔1个月需更换一次，以保持最佳驱虫效果。大蒜法不仅操作简便，而且成本低廉，是家庭防治米虫的理想选择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大米不仅能免受米虫侵害，还能增添一丝天然的蒜香，让人用得舒心，吃得安心。第3招，真空包装法，长效防虫的利器。真空包装法则是长效防虫的利器。购买一些真空包装袋和一个抽气机，将新鲜大米分装在真空包装袋内，尽量少装些，每次吃完的量。真空环境不仅能防止米虫滋生，还能有效延长大米的保质期。真空包装法虽然操作较为麻烦，但其效果显著，是长时间储存大米的最佳选择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家庭储粮量较大的情况，通过真空保存，米虫无处可藏，大米品质得以长期保持。冷冻法操作简单，适合快速处理生虫大米。大蒜法成本低廉，是日常防治米虫的理想选择。真空包装法则适合长时间大量储存大米。通过合理运用这些方法，可以有效防治米虫，保障家中粮食的安全和卫生。3. 如何辨别米虫和发霉大米，确保家人健康？虽然它们都可能出现在储存不当的大米中，但处理方法和健康风险却截然不同。了解如何辨别这两者，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，是确保家人健康的关键。1. 辨别米虫和发霉大米的方法。米虫和发霉大米在外观上有显著区别。米虫成虫体积较小，通常呈红棕色或黑色，常常在大米表面爬行，或者在米袋底部积聚。幼虫则潜伏在谷粒内部，使谷粒表面出现小孔或粉状物。与之相对，发霉大米则会呈现出明显的颜色变化，常见的是绿色、蓝色或黑色的霉斑。其次，从触感上也可以区分，米虫侵袭的大米摸起来颗粒依然坚硬，但若发现谷粒，轻轻一捏就碎，可能是米虫幼虫在内部啃食的结果。通过触觉和视觉的结合，可以有效地判断大米是否生了米虫或是发霉。2. 米虫无毒，但发霉大米有害。尽管米虫令人讨厌，但它们本身无毒，对大米的营养价值影响不大。米虫主要在大米表面活动或钻入谷粒内部，对大米的破坏主要是物理性的。只要及时清理，将大米中的米虫筛除干净，再经过充分清洗和高温蒸煮，米虫及其卵都能被杀死，依然可以放心食用。相比之下，发霉大米则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。发霉大米中可能产生黄曲霉素，这是一种剧毒物质，对人体健康有极大威胁。黄曲霉素是已知的致癌物质，摄入后可能导致急性中毒，长期食用则会增加肝癌、食道癌等疾病的风险。4. 预防米虫入侵的除米技巧与日常维护。米虫的侵扰让不少家庭头疼不已，但预防米虫入侵并不是无法实现的难题。只要掌握一些除米技巧，并进行日常维护，就能让米虫无处藏身，确保大米的长久新鲜。利用一些天然的驱虫方法也非常有效，例如可以在大米中加入几片干燥的大蒜、花椒或桂皮，这些天然调料不仅能驱赶米虫，还能赋予大米一丝清香。若有条件，还可以使用食品级的防虫网，将大米包裹起来，以进一步防止米虫的侵入。日常维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定期清理除米容器和科学轮换大米也是预防米虫的重要环节。使用热水或消毒液清洗容器，确保其内部干净无菌，然后彻底晾干，再放入新米。这种做法不仅能防止米虫滋生，还能保证大米的卫生，预防与处理并重。预防米虫入侵不仅需要除米技巧和日常维护，更需要正确的处理方法。当发现大米中有米虫时，应及时采取措施，防止米虫蔓延。冷冻法、大蒜法和真空包装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不仅能有效去除米虫，还能保证大米的质量和安全。预防米虫入侵的除米技巧与日常维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需要细心和耐心。通过科学的储存和管理，
可以有效防止米虫的侵扰，确保家人健康。结语：米虫的防治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粮食，更是为了维护家庭的饮食健康。米虫虽小，危害却大，但只要我们学会正确的预防和处理方法，就能让这些小虫无处藏身，让我们的餐桌永远保持洁净健康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守护家庭的粮食安全，确保每一粒大米都能洁净如初，让我们的饮食更加健康和安心。